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比变老更可怕的是穿错衣服，这6种假时髦衣服要少穿，太显老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人在挑选服装时要面临更多挑战。对于步入中年的女人来说，选择合适的衣装是塑造个人风格和提升品味的关键。恰当的搭配不仅能巧妙地掩饰身体上的小缺憾，更能衬托出成熟女性那份特有的优雅和魅力。然而，不恰当的着装选择却可能让人显得落伍，甚至无意间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乱穿衣服可比变老来得更加可怕多了。可能你本身是不怎么显老的，但是因为选错了单品来驾驭，所以不仅拉低了整体的颜值，也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的老气和廉价。今天咖啡屋和你分享的是，那些看似时髦实则坑人的衣服，咱们50岁的女人可得擦亮眼睛，别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假时髦的陷阱里。1. 穿错了衣服对气质的影响有多大？真的，很多女人虽然年龄差不多，但给人的感觉却大相径庭。有的走在街上，旁人可能会误以为她是个40岁的活力妈妈，而有的却可能被错认为60岁的奶奶。这种差异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磨砺，更多的是服饰搭配的功劳。合适的装扮可以让你看起来年轻10岁，还能让你的气质焕发出全新的光彩。相反，如果搭配不当，那简直就是在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好几岁。其次，着装是展现个人品味和形象的关键，不合适的衣服可能会破坏精心塑造的形象，让人显得不够得体或缺乏自信。此外，恰当的着装能够更好地凸显50岁女性的独特气质，而不合适的衣服则会掩盖这种气质，让人看起来缺乏魅力。穿着不当还会影响自信心，让人在社交场合感到尴尬，影响与他人的交流。然而，虽然不合适的着装可能对50岁女性的气质产生一定影响，但通过恰当的选择和搭配，就能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气质。2. 50岁女人远离这些服装，美的才更加出彩。1. 带有横向拉宽效果的印花上衣、横向条纹上衣。横向条纹和大面积横向印花看似时髦，实则是个十足的坑。这种设计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横向拉伸的效果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宽更胖。过了50岁的女人，身材管理可能没有年轻时那么容易了。再穿上这种衣服，会显得更加臃肿油腻，自然更显老。2. 老土俗气的打底裤。打底裤是不少女人的心头爱，穿着舒服显瘦，还能保暖，简直就是懒人福音。但是对于过了50岁的女人来说，那种廉价感十足、花里胡哨的打底裤可真的不适合我们了。尤其是那种亮片、蕾丝、网纱等元素的打底裤，不仅显得廉价，还会让人觉得你在刻意追求年轻，反而更显老态。3. 质感太廉价的雪纺上衣或容易起褶皱的上衣。雪纺上衣轻盈飘逸，看起来确实很仙气，但是质量不好的雪纺上衣可是会背叛你的。它们容易起静电，贴在身上显得很尴尬，而且褶皱难以打理，一不小心就会让你看起来邋遢又显老。同样的，那些容易起褶皱的上衣也是要远离的。女人过了50岁，就应该选择一些挺阔有型、质感上乘的衣服，才能真正衬托出我们的气质。4. 避开太过于花哨、老土的外套。虽然年轻化的元素可以为形象注入一些活力，但过度使用会让人显得装嫩。中年女人已经过了年轻时期，
身材和面容也有所变化。选择过于可爱或少女风格的衣服，会与我们的成熟形象不协调，给人一种不自然或不符合实际年龄的感觉，无法凸显自身的自信与魅力。5. 避开没有腰线、横向膨胀的外套。秋冬季节，我们总想着通过宽松外套，把自己身上多余的赘肉还有肥胖的身形给遮挡住，总以为穿的衣服越宽松越显瘦，但正因为衣服太宽松，缺乏竖向的延长感，就容易横向去拉宽身材。像很多秋天的外套基本上都是没有腰线收缩设计的，这样的外套穿在身上，再加上厚实的面料，就会显得虎背熊腰。6. 避开面料过于厚实还臃肿的外套。可能有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款外套具体是什么，它其实是采用非常厚实的面料，可以让你感觉像是裹着一只泰迪熊。这个外套在今年非常流行，很多明星也很喜欢穿这种看起来毛茸茸的外套，可以说它是今年非常受欢迎的单品之一。但是这款外套不是谁都能穿的，如果身材不是特别瘦的话，穿了这种外套会显得很胖，完全没有苗条的感觉，反而加深笨重，90斤看着都像120斤的。3. 50岁女人怎么穿才更时髦？我们可以从服装的选款步骤上做些调整。1. 多选质感柔软顺滑一些的醋酸材质。醋酸面料是过了50岁女性的时尚法宝，不仅手感柔软，穿着舒适，还有一种独特的光泽感，能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级。而且醋酸面料的垂坠感非常好，能够很好地遮盖身体的小缺陷，让你看起来更加修长优雅。选择一件醋酸面料的衬衫或者连衣裙，搭配一条简约的裤子或者半身裙，瞬间就能让你变身优雅知性的女神。记住，质感才是决定一件衣服高级与否的关键，而醋酸面料恰恰能够为你带来这种高级感。2. 多选纹理感强且柔软细腻的上衣。纹理感强的衣服，不是那种粗糙的面料，我们说的是那种看起来有质感，摸起来又柔软细腻的衣服，比如一件微微泛光的针织衫，或者是带有细腻褶皱的真丝上衣。这种衣服不仅能给人一种精致的感觉，还能在视觉上增加层次感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气质。而且这种纹理感强的衣服还能很好地遮盖身体的小缺陷，让你看起来更加身材匀称。3. 多选裁剪立体有型的正肩上衣。正肩上衣是过了50岁女性的穿搭神器，它能够很好地修饰肩部线条，让你看起来更加挺拔有型。而且正肩上衣还能够很好地平衡身材比例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协调。选择一件裁剪立体的正肩上衣，不仅能够展现你优雅的气质，还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。4. 多选干净的纯色。颜色是决定一个人穿搭高级感的关键因素。对于过了50岁的女人来说，那些过于艳丽或者花哨的颜色真的不太适合了。相反，干净的纯色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，比如大地色系的驼色、卡其色，或者是莫兰迪色系的灰蓝、淡紫。这些颜色不仅能够衬托出我们成熟稳重的气质，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级。5. 多选版型和面料挺阔有型的衣服。秋冬季节外套就是主角，学会挑选款式才能够事半功倍。一款外套的版型设计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优势。款式如果过于老气，就很容易穿出廉价老土的感觉。过于紧身或者松垮的外套都不建议大家去尝试，要选就选择挺阔有型的外套，或者是 H 型的款式。6. 长度要符合身高比例。秋冬绝对少不了风衣、大衣的出现，
不少女人在街上看到身材高挑的人穿着超长款风衣时，感到羡慕不已。当她们穿上后，反而让自己看起来更矮。这是因为风衣做的长度几乎是长款，会遮挡脚踝线条，把小个子仅有的身材线条消灭，自然就更显矮。小个子穿外套的长度需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小个子的身高也有不同，不能仅凭衣服的长度来选择。选择外套的长度要根据具体部位进行判断，不能因为微小的差异而产生明显的效果。7. 多选设计简约而且不复杂的衣服。其实，上了年纪的女性选择衣服的主要注意的点，就是设计经典不花哨。衣服的设计太花哨，容易限制我们的搭配风格，你就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思考如何搭配。但是设计经典的服饰几乎不挑人，穿起来不难驾驭，搭配风格也更多。4. 这些穿搭小技巧非常值得学习。1. 运用叠穿的方式加强层次感。叠穿，这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。对于过了50岁的女性来说，恰当的叠穿能够让你的穿搭更加有层次感，显得更加时髦。比如，你可以尝试用连衣裙叠穿针织马甲，或者是用衬衫叠穿针织马甲。这样的搭配不仅能够增加整体造型的层次感，还能够很好的修饰身形，让你看起来更加修长优雅。2. 适当的加大露肤面积，增添透气感。过了50岁，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适当的露肤，反而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。比如，一条刚好过膝盖长度的长裙，不仅能够展现你优雅的气质，还能够适当的露出一小部分腿部线条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轻盈透气。而且，这种长度的裙子还能够很好的遮盖腿部的小缺陷，让你看起来更加自信。3. 用配饰点缀提升造型的精致感。配饰是提升整体造型档次的神器。对于过了50岁的女人来说，一些精致的配饰不仅能够让你的穿搭更加完整，还能够展现你的个人品味。比如，一顶带点休闲感的渔夫帽，不仅能够遮阳，还能够给你的造型增添一份轻松随意的感觉。或者，你可以选择一顶带有中性氛围的宽檐帽，既能够修饰脸型，又能够增添一份优雅气质。4. 鞋子要带跟，但鞋跟别太高。鞋子是决定一个人精神面貌的关键。对于过了50岁的女人来说，平底鞋虽然舒适，但有时候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。相反，一双合适的带跟鞋，不仅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，还能够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修长优雅。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，鞋跟不要太高，3到5厘米的中跟设计，既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，又不会给脚部造成太大的负担。5. 露出脚踝，避免枯燥感。穿搭讲究协调与利落感，能与及腰不过胯的外套搭配的夏装款式有很多，不同的单品可以演绎出不同的风格。比如9分西装裤，风格非常正式严肃，很适合职场的中年女性。外套也同样是选择西装外套，便能打造出一身干练气质的造型。选择9分裤的目的是为了将脚踝露出来，这样整体的造型会显得利落不少，同时也能让腿部更显瘦。即便是选择了裙装也同样如此。中长裙的款式风格上更加知性优雅，可以很轻松地凸显中年女性的韵味。除此之外，50岁女人选择衣服时，要谨记以下这2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细节点1：衣摆的长度不能太拖沓。挑选上衣还有一件很讲究的事情，那就是衣摆的长度。如果衣长过于拖沓，反而会成为累赘，穿在身上也容易压身高。相反，衣长刚好到胯部的位置，
就算不塞衣角，也能调整好身材比例。细节点2：领口位置别太高，露出颈部即可。很多人都会忽略衣领的设计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衣领太窄，不仅缺乏舒适感，还会显得脖子短。初秋时节挑选上衣，领口也不用太低，优先选择圆领、小 V 领或者方领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其实穿搭能解决的，只是我们表面的衰老。女人真正可怕是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的由内而外的衰老，再高级的穿搭也无法拯救。最近断崖式衰老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热议，许多人似乎在某个年龄段过后，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脸上爬满了皱纹，体力也不如从前，思维似乎也变得迟钝了。总之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衰老就悄然而至。那么，人真的会突然之间就老了吗？其实，人的衰老过程确实不是平稳而均匀的。自然医学杂志曾发表一项研究，研究测量了4263名从18岁的年轻人到95岁的老年人体内的2925种血浆蛋白，发现人类血浆蛋白组成并非随着年龄匀速变化，血浆蛋白质组对个体的生理状态很敏感，可以一定程度上表现认知和身体功能的变化。血浆蛋白的浓度在34岁、60岁、78岁有3个明显的波峰，而这些蛋白波峰则很可能与多种疾病和衰老相关。所以，研究者推测，人体可能在上述这3个年龄发生明显的衰老。你现在是不是掰着手指头算自己离衰老转折点还有几年的时间？与其担心，不如从日常生活开始改变。下面这些习惯都可能会加速衰老，千万别再做了。1. 熬夜。即便你敷着最奢华的面膜，熬夜的坏习惯还是会在你的皮肤上留下痕迹。不规律的睡眠模式会削弱皮肤自我修复的力量，让肌肤变得脆弱，同时它还会干扰身体的激素平衡，而这些激素恰恰是控制皮脂分泌的关键。结果呢，油光满面、痘痘频发、毛孔粗大，这些问题都会悄悄找上门来。此外，熬夜还可能打乱瘦素的分泌节奏。瘦素是一种能够抑制食欲、促进新陈代谢的激素。一旦瘦素水平下降，你的食欲就可能变得难以控制，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会吃得更多。长此以往，体重增加，身形逐渐变得圆润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胖往往就是由开始。2. 不防晒。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擦什么防晒霜？夏天擦防晒，冬天就不用了。这些说法都不对。紫外线不只让你晒黑，更会把你晒伤、晒老。光老化是导致人类加速衰老的关键因素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在与年龄相关的皮肤问题中，几乎90%都是由于日晒造成的。想要比其他人老得慢一些，除了尽量缩短户外活动时间，确保防晒措施得当也是至关重要的。美国皮肤病学会建议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晴天还是阴天，只要身处户外，都应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，尽量减少皮肤暴露在外，并且使用合适的防晒霜来保护皮肤。3. 抽烟。先看看这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对52岁的双胞胎姐妹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她们的感知年龄相差了 6.25 岁。这背后的原因，是因为左边的那位女士比右边的多吸了20年的烟。抽烟的危害已经是老生常谈，它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癌症，比如肺癌、食道癌、喉癌、口腔癌、咽喉癌、膀胱癌、胰腺癌、胃癌和宫颈癌等等。同样，吸烟对衰老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在吸烟的过程中，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这些自由基会破坏细胞膜和健康的 DNA， 从而加速人体的老化，包括皮肤的老化、
比如皮肤变得暗沉、发黄、出现色斑、细纹，甚至松弛等等。此外，香烟中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会对皮肤的毛细血管造成破坏，影响皮肤的血液循环。再加上香烟中的一氧化碳会与血红蛋白结合，降低血红蛋白的携氧功能，导致皮肤缺氧，结果就是面容显得苍老，皱纹增多。4. 酗酒。在酒精的代谢过程中，会产生一些氧化自由基，这些自由基是身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，氧气参与反应后形成的不稳定物质。它们在体内游走时，会对细胞造成损害，甚至触发疾病和加速衰老的过程。当饮酒过量时，人体清除这些过量自由基的能力会下降，导致氧化应激的发生。氧化应激是衰老和多种疾病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。5. 爱吃甜食。当心情低落时，人们常常会寻求甜食的慰藉，比如一块美味的蛋糕或是一杯香浓的奶茶。这些看似能带来幸福感的甜蜜食物，实际上却可能在悄悄加速我们的衰老过程。过量摄入游离糖会引发一种名为非酶促糖化反应的化学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多余的糖分与我们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发生反应，产生一种叫做 AGEs 的物质。这些 AGEs 会逐渐消耗掉我们皮肤中原本的胶原蛋白，导致皮肤失去紧致感，变得松弛。更有研究指出， AGEs 的存在可能还会促进皱纹的形成，让我们的外貌看起来更加衰老。6. 过度减肥。那些关于马甲线、A4 腰、锁骨和大美腿的标签，承载着无数女人追求美丽的梦想。因此，网络上各种声称能迅速瘦身的秘诀也层出不穷。那些听起来难以置信的数字和极端节食的建议，实际上都在悄悄损害着我们的健康。过度节食会导致体内储存的糖原和蛋白质逐渐减少，水分流失，进而加速皮肤老化，出现干燥、皱纹、起皮等现象。体重骤降还会导致全身皮肤松弛下垂，看起来不仅不美，反而显得更加衰老。如果真的有减肥的需求，美国饮食协会的成人体重管理指南建议，在前6个月里，每周减轻体重 0.5 到1公斤是比较合理且科学的。减肥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饿着自己，限制总热量摄入的同时，均衡饮食，多吃蔬菜水果、谷物、坚果等食物，再结合适度的运动，减肥其实不必对自己那么苛刻。7. 压力大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我们感受到的压力也在不断攀升。一项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现象，那些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人，身体上也更快地显现出衰老的迹象。简单来说，压力在悄悄加速我们的衰老过程。然而，好消息是，这项研究同样指出，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提升情绪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技巧，来抵御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当压力来袭时，不妨尝试与亲朋好友分享心事，或是到户外进行运动，甚至看一场电影来释放情绪。这些都是缓解压力、保持身心健康的良方。8. 不爱运动。肌肉作为身体代谢活动的主战场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旦肌肉开始流失，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便会悄然下降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能量消耗的减少。肌肉的流失还会无声无息地削弱我们的身体机能，无形中加速了衰老的步伐。尽管自然衰老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理过程，但那些人为的加速衰老的因素，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。人生这条路，不管怎么选择，最终都会有遗憾。我们不妨学会活在当下，去享受一切。只有懂得经营生活的女人，才不会过得一地鸡毛。所以说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吧，人生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。
老去也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，每个人都会衰老，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坦然自若地面对每一天，去接受岁月带来的变化。等你老了之后，一定要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学会好好打扮自己，让人生的每一天、每一个阶段都绽放自己的魅力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